大家好，中国人过端午节讲究的是驱瘟避邪止恶气，结果呢，喝水也塞牙的赵丽颖居然是前脚一波路透，后脚一波闹事儿，而鬼怂们的王一博再次的意外中耍宝，果然是前脚一声不吭，后脚补上一坑，用了一种极其隐晦的方式传达了一通自己老是与别不同的驱瘟避邪止恶气的简单的想法。王炸弟弟宁愿一年365天都待在剧组当中，其实还是有原因的。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2022年的6月3号是中国农历的5月初5，也就是中国4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这一天是古人极讲究祛病防疫的重要的日子来的。在中国，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方式的传承与活动，而对于置身险恶江湖的王炸姐弟而言，趋吉避凶，自自然然的依旧是各有妙招的。端午节的当天，娱乐圈大大小小的艺人大腕们都活跃了起来，各自各的分享了各种的粽子造型、年节好话和美图美拍出来。任谁都想不到的是，这个擅长不吭一声不凑热闹的王一博，居然突然之间开门营业了。赵丽颖也同样想不到的是，自己在6月2号的热闹路透，居然转头之间就成为了别人家眼中的实锤黑料了，让端午节这个禁忌本来就特别多的恶月恶日，也多了一层欲语还休的娱乐圈悬念出来了。而且这一次居然还是和杨幂有关。在新闻我永恒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王一博这一次意外开门营业的唯一的硬菜，其实非常的普通，完完全全是毫不扎眼的那一种。一波池水，两岸葱绿，四下无人的静谧空间，算是彻彻底底的属于了这一个王一博一人专享的了。王一博本尊特别站在了2块石板的上面，他照相的姿势呢，还是历常惯用的那一种插兜款。这么一种让人异常熟悉的王室 pose 型格，相信所有死忠的模特姐姐们都是异常有感的。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一份异常普通的 pose 熟悉感，还是有不同语境和不同语义的。要读懂这种不同的语义，必须得通过他的身体语言了。要知道，王一博这种突然选择营业的反传统的方式，是让所有铁杆粉丝们找不到头绪的。熟悉本频道的您也都会知道，进入这个讲究政治、小心多事的2022年以来，王一博的个人账号就基本上处于了半停更的状态了。除了一张容易耍宝、容易制造出视觉冲击的滑雪自拍之外，王一博的营业牌基本上都是交给了自己的宣发博了。于是乎，账号的活性与权重都跟着老干部的做派一模一样，都在各种无从考究的神隐内敛当中逐渐的走低了。这么一种低调不奢华的操作，明晃晃属于聪明走心的政治智慧来的。老实说，娱乐圈泛政治化，真的是需要政治智慧才能够读得懂的。新闻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八卦碎嘴、粉丝互撕，难免都会生发出同款的不懂政治、不讲政治的娱乐圈感慨出来的。因为胡说八道是把双刃剑来的，因为在娱乐别人家的时候，也会同时害了别人家的。当然呢，说实话，有些人的嘴头还是挺能找事儿、挑事儿、唠叨和唠嗑的。除了精神污染类的那一些污然秽语之外，一些强逞口舌之欢的生词烂梗，还是挺能够让人轻轻松松的无压力去阅读的。
或者说无需大脑直接参与的。新闻我刚刚第一时间申报了这个赵丽颖一身飒飒的出境物料之后，就连新闻我转头也想不到的是，余波居然转头就杀到了，而且还是超级无聊的那一种。在这个世界当中，热衷于添乱的人总是需要出气口的，而出气口往往都是无辜的人来的。于是乎，王一博的意外的营业就选择了这么一身特别黑色、特别低调的造型。请注意，王一博的帽檐压得非常的低，低到自己的眼睛也欠缝了。帽檐下的阴影更是厚厚的遮住了王一博的大半张的脸。至于说网络热议的王一博今年2次突然营业，合起来都凑不齐一张脸的表面说法，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要知道，今年整个的上半年当中，王一博的老干部脸一直都在舆论的漩涡中不停的打转。要是轮到您本尊的话，您会选择通过什么样的一种自拍的方式和营业的方式，去深刻的表达一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呢？所谓将心比心，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赵丽颖同样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公主切和紫色染居然能成为了对家的炒作话题了。当然了，还要加上那一身飒飒的皮衣才行。这一大波的酸水都是吐槽赵丽颖完美克隆拷贝了杨幂去年的一整套的时尚操作。说到这，新闻我也实实在在是醉了。如此考古下去的话，喜欢紧跟潮流的那个杨幂，是不是也是完美克隆拷贝了日韩欧美的大牌穿搭和潮流衣品了呢？单纯讨论这些原创风的话，中港台两岸三地的时尚界所有娱乐圈的明星们叠加起来，合共奉献了多少能扛能打能考验的时尚分数呢？离开这些的分数的话，实在是耍流氓了。因此呢，衣品穿搭压根儿就没有先后可言，只需慎谈原则而已。而且潮流就是个轮回的下意识的动作而已，属于永不过时的套路来的。更重要的是，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这真的是没什么好说的。因此王一博的这番营业实行通体全黑的简单的操作，先我看行。通过物料可视，王一博的现场应该是片场来的，所以呢，即兴的耍宝，适合随意的穿搭，那就行了。更加重要的是王一博的身体语言。要知道，一个人的身体语言是最能解化人心的读心艺术来的。因此呢，实锤的语言很容易被人咬为嚼字，上纲上线，到头来呢，往往都是一脖子的鸡血和一地的鸡毛。翻看去年的惨案，大多都是实锤的语言所造成的。说到这，您懂的。有时候一些人的无聊癌，或者说尴尬癌，一旦发作的话，莫名其妙的冲突和战争就会爆发了。这一次赵丽颖意外的躺枪，就是同款同理来的。这种毫无意义的挑事和吵闹，不是线下的白眼，就是线上的互撕，来来回回的都属于非常没有意义，非常没有道理的尬黑的范畴。话说赵丽颖和杨幂一品比较，某年撞衫烂梗无穷，而且是由来已久，都快成了互别矛头，有你无我，无事生非，屡试不爽的万能的导火索了。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我
非常相信这么一种挑事儿，局内人有，局外人也有。他们要的就是一种平静生活的涮料和隔岸观火的结果。这就有点像某编剧笔下的剧情转折和情绪高潮一模一样。没有这些现实的宫斗、大牌的互怼，就没有大家伙茶余饭后的精神佐料和开心谈资了。于是乎，那个但求自己耳根清净的王一博能够躲多远就会躲多远的，因为嚼舌头太用力的话就容易上火了，因为冲突梗闹太大的话就特别容易出事儿了。因此呢，王一博2次营业，2次都去选择不去露脸。您猜猜看，到底是在传递着哪一种简单的暗示和身体的语言呢？在新闻我永恒与不同的视角当中，王一博惯常极简的 pose， 除了是街舞少年的酷拽标志之外，一种内心世界追求的神秘感，同样也是不同人的不同的态度和理解来的。试问，一年到头天天都愿意躲在剧组当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除了24小时的忙碌让人的日子格外的充实之外，你有猜得到远离社交、远离是非的灵魂深处如何去耍宝，如何去跳动吗？政治是个好东西，若即若离的距离感的保持，无论是爱人之间的长长久久，还是避世方面的你好我好，这本身都是一门考究考心的博大艺术来。